第10章，张神虚。诛仙阵口，此刻站着2个男子，一个青衣，面露恭敬之色，另一个一身白袍，翩翩君子，手中抓着一柄白色的折扇，似有洁癖，厌恶地看了眼脚下踩到的脏泥。这就是诛仙阵。白袍男子一展白纸扇，似有鄙夷道。青衣男子看了看天空盘旋中的仙鹤，极为恭敬道：是的，上仙，这里就是诛仙阵，家主派我前往金乌宗禀报的，我亲眼看到家主抓到了幽月公主，此刻正关押在我聂家，要不是上仙驾驭仙禽，待我急速归来，我们不可能这么早回来的，我们提前归来，家主一定道侣相迎。上仙，我让人通禀一声。不用了，我要尽快看到幽月公主，直接带我去。白衣男子摇了摇白纸扇，沉声道：是。那青衣男子恭敬道。二人踏步跨入诛仙阵，聂家大厅，诛仙阵的一众家主再度聚于聂家大厅。聂家主，我听人说那张上仙不见了，有这事吗？一个家主略带紧张道。聂天霸此刻嘴角还残留鲜血，显然刚刚得知消息，再度被气吐血了，还没来得及擦拭，一众家主就闻风而至了。聂家主，我都听说了，那张上仙逛街的时候进入一个小屋，从地道跑了，他是假的，你怎么就相信他了呢？假的，又一个假的。聂家主，你故意的吧？你故意骗我们的钱吧？快将我家的零食还给我，还有我。聂家主，还钱，快，那是我家族之根本啊。聂家主，你丢了幽月公主，不能让我们损失钱给你弥补啊。众家主惊慌失措，之前在张上仙面前立的字据根本就是放屁，什么狗屁金乌宗弟子名额，假的，全是假的。现在不仅是镇上普通住户追着聂天霸讨要理财产品的债务了，而是一众家主刚刚倾家荡产借给聂天霸，现在也要不回来了，众家主都要疯了，追着聂天霸逼债。诸位，是我聂某人识人不明，我实在没想到那王可居然如此可恶，抓了我派遣去金乌宗报信的聂风，用聂风的信物伪装成金乌宗弟子前来2次行骗，那王可，我与他势不两立。噗！聂天霸气得再度一口鲜血喷出。王可骗你，你就来骗我们？聂家主，你眼瞎吗？王可已经用张上仙骗过你1次了，第2次还用张上仙来骗你，你居然还能被骗？你眼瞎吗？张上仙，你怎么就相信了呢？聂家主，第2次了，你在张上仙面前栽了2次跟头了，你这次可是将我们坑苦了。不行，这个钱你必须还给我们。没错，聂家主，你被骗是你的事，白纸黑字写在这里，你欠我们钱，必须还上。黑心聂家主，还我血汗钱！众家主愤怒地吼叫着。聂天霸此刻悔恨无比，是啊，自己怎么那么傻，怎么就相信了呢？张上仙，人家第2次来行骗，还用了张上仙这个名头，自己怎么就鬼迷心窍相信了呢？为什么？按照正常人处事逻辑，王可当初骗走了幽月公主，应该不可能来冒险才对，可聂天霸怎么可能想到王可胆子那么大，还敢派人来骗自己呢？他怎么那么大胆呢？还有，居然还用张上仙这个名头，王可他是行骗老手啊，不然做事怎会这般老辣？就是因为又叫张上仙，自己才排除是王可派来的骗子啊。可事实，特么这张上仙真的是王可派来的骗子。王可这祸害，骗走了幽月公主，骗走了自己传家之宝辟水珠、辟尘珠，骗走了自己全部家产，还骗得自己领了全诛仙阵的债务。王可，噗！聂天霸再度气得一口鲜血喷出。聂家主，你吐血也没用，该还我们的钱，必须还上！一众家主不依不饶。你聂家是诛仙阵第1修仙世家，实力最强，但我们众家族联起手来，你也未必是我们的对手。众家主此刻急着讨钱，也是剑拔弩张。一瞬间，大厅之中刀光剑影，似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一般。诸位，你们是想逼死我啊？聂天霸恨声道：15万斤灵石，自己从哪去找钱给你们啊？还钱！众家主一起吼道。大殿中似乎大战一触即发，刀剑相向，杀机四射。就在此刻，大厅外一个声音传来：启禀家主，聂惊云从金乌宗回来了，带回来一个金乌宗弟子，已经到了大门外。聂惊云让我先一步前来禀报，请家主迎接。大厅外传来聂家弟子的声音，又是金乌宗弟子。厅中所有人都是神色一愣。金乌宗弟子？聂天霸看向厅外，是。聂惊云说，此金乌宗弟子在金乌宗身份尊贵，甚至可能就是他发布的幽月公主悬赏令，叫着张神虚。张上仙，请家主接待。厅外声音传来，张上仙，发布幽月公主悬赏令的张上仙，第3个张上仙。聂天霸瞪眼看向厅外，厅中众家主一阵愕然，什么情况？又一个骗子，张上仙，又来一个张上仙。王可，你欺人太甚，以为我聂天霸好欺负是不是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你以为我傻吗？聂天霸吼叫着。这一刻，
聂天霸怒气冲天，手抓长刀，恶狠狠地向着厅外走去。聂天霸有着冲天火气要发泄，这罪魁祸首终于来了，自己要让他知道得罪我聂天霸的代价。聂天霸气冲冲地走出大厅，一众家主没有阻拦，相互看了看，带着疑惑跟在聂天霸身后。毕竟大家还有15万斤灵石丢得不明不白了，必须要找回来。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走向聂家大门。另一边，一身青衣的聂惊云极为恭敬地引着一身白衣的张神虚跨入聂家大门。张上仙，我已经让人去禀报了，家主很快就会相迎。聂惊云恭敬道。张神虚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同时目光在四周打探之中。聂家大多子弟已经出镇搜寻王可一行了，只有少许家不在家。此刻看到聂惊云引着一个白衣公子入府，一个个欲言欲止。众家仆虽然知道这几天府中出了大乱子，但身份太低，知道的又不够详细，因此不敢解说，还是留给家主自己来吧。自己一个下人多什么嘴啊？就在此刻，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家主来了。聂惊云眼睛一亮，却看到聂天霸手提长刀走在前面，声势滔滔，身后跟着大量手抓刀剑之人，衬托的聂天霸更显霸气。只是聂惊云不明白，那些不是诛仙镇各大家主吗？他们怎么来我聂家了？谁是张上仙？聂天霸一声断喝。聂惊云一愣，家主这是怎么了？语气这么冲。聂惊云正要解释，一旁张神虚皱了皱眉道：我是金乌宗的张神虚，你就是聂家主？张神虚，张上仙，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你以为我聂天霸好骗吗？今天我不会杀了你，我要斩了你4肢，挂在诛仙镇楼上，曝晒10天10夜。小子，吃我一刀！聂天霸一声大吼：家主，不要！聂惊云惊叫道：家主疯了，他要杀金乌宗弟子，这是要带着聂家覆灭吗？可惜聂惊云的呼喊已经来不及了。聂天霸一刀斩下，一道巨大的刀罡斩空而开，刀罡斩空，四周形成大风，将院中盆景吹得东倒西歪。这一刀直奔张神虚的手臂而去，要将张神虚斩成残废。张神虚眼中一冷，白纸扇一收，探出右手，轰一声巨响，吹动的四周烟尘四起，却看到张神虚2根手指就夹住了聂天霸的刀罡。什么？众人脸色一变，聂天霸心中一个咯噔，能2根手指就夹住自己刀罡的，最少是金丹境啊！王可要是有金丹境手下，怎么可能来诛仙镇谋生？难道此人不是王可派来的？哼！张神虚一声冷哼，指头一弹，轰！聂天霸的刀罡轰然炸开，连同手中长刀也轰然炸碎。聂天霸倒飞而出，轰然砸在远处一面墙上，砰噗！聂天霸吐出一口鲜血，被一堆砖石掩埋。四周众家主脸色一变，面露惊骇之色。聂天霸啊，诛仙镇第1强者，不敌对方2指，这人真的是金乌宗上仙？家主，你怎么敢冒犯张上仙啊？聂惊云惊骇不已。张上仙恕罪，肯定发生了什么？我家家主对金乌宗可是无比尊敬的。聂惊云马上跪下求饶道。张神虚冷声道：我不管你们什么失误，我要马上见到幽月公主，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。诛仙镇外的山洞之中，幽月公主，张正道说：只要我救了你，护送你前往天狼宗，就一定能拜在天狼宗门下，是这样吗？王可期待地看向幽月公主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娘的皇朝覆灭了，我现在是一个丧家之犬，我不知道天狼宗还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。不过我被金乌宗悬赏，天狼宗都没有动静，恐怕。幽月公主苦笑道，语气中充满了负面情绪，显然不敢给王可打包票。王可满脸黑线地看向张正道，探手取出张正道为制的那块折扇，这折扇漆黑，若是王可此刻在聂府，就会发现这黑折扇的样式居然和张神虚那白纸扇样式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就是颜色。王可翻手就要将黑折扇打碎，不要，那是我的命根子，王可不要毁了，我没骗你。张正道惊叫而起。